王阳明悟道篇是假的，为什么比真的还戳心？你有没有在朋友圈、短视频或者某个中年人的微信签名里见过这样一段话：躲天意，避因果，诸般枷锁困真我，顺天意，成因果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感觉？底下往往还配着一个标题，叫王阳明心学悟道篇。我先给你说一个结论，你可能要愣3秒。这段话王阳明一个字都没写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这段被冠以王阳明心学悟道篇的文字，其实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作。它不在传习录里，不在大学问里，也不在王阳明任何一封家书或者奏折里。它是现代人拼凑的，里面夹杂着佛教的因果、道教的无为，再撒一点心学的致良知当调味料，最后挂上王阳明这个响亮的招牌，就端上桌了。但是注意，我要说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，我今天想跟你聊的不是这是假的，所以不要信，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。为什么一篇假冒的文字能在中文互联网广泛流传？为什么我们宁愿相信它是王阳明写的？你想过没有，一个人看到这段话，第一反应是转发，是点赞，是说的太好了，几乎没人会去查一下王阳明到底写过这个吗？这个不去查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号。它说明什么？说明这段话击中了一个东西，击中了我们内心某个空缺。那个空缺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在乎它的作者到底是谁，我们只需要他是王阳明就够了。这就是我今天想带你看的第一件事，人为什么需要被这种伪作欺骗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我告诉你躲天意，避因果，诸般枷锁困真我这句话是某个叫张三的网友在贴吧里的原创，你还会转发吗？你还会觉得它有力量吗？大概率不会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写的，那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会觉得每一个字都有千斤重，每一个字都凝结着500年前那个被贬到贵州瘴气之地，在石棺里彻夜顿悟的心学宗师的全部血泪。你看，同样一段文字，换一个署名，在你心里的重量天差地别。这就是第一个认知陷阱，我们根本不是在读内容，我们是在读权威。心理学上管这个叫权威偏误。我们大脑为了节省算力，会默认一个逻辑，伟大的人说的话一定是对的，反过来听起来很对的话一定是伟大的人说的，这两个方向都成立。所以当你看到一段说的很有道理的话，你的大脑会自动给他找一个配得上的作者。王阳明、老子、苏格拉底、爱因斯坦、鲁迅，这些名字就是道理的提款机，什么道理只要挂在他们名下，你就敢取，就敢用，就敢转。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挂着鲁迅说过、爱因斯坦说过的句子，相当一部分两位先生本人压根没说过，但这些被伪造的引用还是能传得到处都是，恰恰说明了一件事，我们对内容的需求远远大于我们对真相的需求。这一点放到今天的算法时代被进一步放大，算法不在乎一句话是不是真的，算法只在乎你有没有点赞，有没有停留，有没有转发。所以一段挂着王阳明名号的鸡汤会在3天之内被推到几百万人眼前，而一篇严肃的考据文章告诉你这是伪作，可能连1000个阅读都不到。这不是阴谋，这是数学。流量奖励的从来不是真相，是共鸣，而共鸣比真相便宜得多。好，这是第一层，我们先把这层放下，进入第二层。第二层我要问的问题是，既然这篇文字是伪作，那我们是不是就该把它全盘否定？不对，这就是很多人在识破伪作之后会犯的第二个错误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。我刚才花了很大力气告诉你这是伪作，但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句可能颠覆你的话。这篇伪作里有几句话是真正有穿透力的，不因为它是王阳明说的才有力量，而是因为它本身说中了某种真相。你记不记得《金刚经》里讲过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佛教讲依法不依人，意思是真理不因为是谁说的而成立，真理因为它是真理而成立。一句话是不是对的，跟说它的人是王阳明，
是张三还是 AI 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把王阳明这个标签撕下来，把这段文字还原成一段匿名文字，我们来看看里面哪些东西是真正值得你停下来琢磨的。我挑3句跟你猜。第一句，穷算命运复烧香，颠颠倒倒问阴阳，若是做好分内事，何须鬼神赐良方。这句话看着像一句劝世良言，其实它背后藏着一个非常锋利的观察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句话原本是民间流传的俗语，跟王阳明没有任何关系，被拼到悟道篇里，又是一次借壳上市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越是过得不如意的人，越热衷于算命；越是已经很有钱的人，越热衷于烧香。一个求未来，一个求保现在，但无论是穷的那个还是富的那个，本质上都在干同一件事，把自己命运的掌控权交给一个外部的力量。穷的人觉得自己今天混成这样，一定是八字不好，犯了太岁，流年不利，所以他要去算出一个解释，算出一条退路。富的人觉得自己能有今天，不全是自己的本事，一定有某个神明在罩着，所以他要去烧，烧得越贵越大越早越安心。这两种人看起来一个在山脚，一个在山顶，其实他们站在同一个地方，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命运是自己决定的。这就是那句做好分内事，何须鬼神赐良方要说的。你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把该尽的责任尽到，把该守的规矩守住，命运的8成就已经在你手里了，剩下那2成不可控的，烧香也不会多给你，算命也不会少给你。这个道理王阳明没说过吗？王阳明其实说过类似意思的话。王阳明讲知行合一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你就去做，不要一边求神拜佛，一边违心行事，那叫自欺欺人。所以即便这段话不是王阳明写的，他的精神内核跟心学的底子是对得上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段伪作能骗过这么多人。他虽然不是王阳明写的，但他确实借了心学的魂。好，这是第一句。我们看第二句。第二句更狠，十人烧香久为财，又有几炷真香来。神明不缺3炷香，善心善念财自来。这句话我读第一遍的时候笑出声了。你去任何一个香火旺的寺庙看一看，跪在蒲团上的人嘴里念念有词，你如果能听见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你会发现10个人里9个是在跟神明做一笔交易。菩萨保佑我今年生意兴隆，回头我给您重塑今生。佛祖保佑我孩子考上清华，我给您捐1万块功德。财神爷让我这一单成了，我天天给您上3炷香。你看，这哪是信仰，这是招商引资，这是一场跨越凡界和神界的商业谈判。烧香是定金，还愿是尾款，神明是供应商，信徒是甲方。甲方还特别精明，你得先给我办事，我再给你钱。但你仔细想想，如果神明真的是神明，他会缺你这3炷香吗？他会因为你多塞了一个红包就给你改命吗？如果他会，那他就不是神，他是贪官。真正的神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只看一件事，你这个人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，你平时对人怎么样，你对弱者怎么样，你面对诱惑的时候守不守得住底线，这些才是他看的东西。你的人品余额决定了你能收到多少命运的派发。这句话我说的比较直白，但这就是神明不缺3炷香，善心善念财自来的真正意思。你不要以为你烧的那炷香是贿赂，你每天怎么对身边的人，怎么做生意，怎么做事，那才是你烧给天地的香。那炷香天天在烧，从不停歇，它记录的是你这个人真正的样子。所以易经里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佛教讲因果不虚，科学讲系统性的行为模式会产生系统性的结果。你看，东方、西方、科学、宗教绕来绕去讲的是同一件事，你的行为模式就是你的命运模式。好，第二句说完，我们看最后一句，也是这篇伪作里我觉得最有力量的一句。都是黄泉预约客，何苦为难每一天。这句话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愣了很久。你细品，我们每一个人
不管你今天几岁，不管你身家多少，不管你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黄泉的预约客。这个预约不是比喻，这是事实。你从出生那一刻起，你的死亡日期就已经在时间的某一页上写好了，只是你不知道是哪一页。你每天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往那一页走，你今天比昨天离那一页近了一天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沉重，对吧？但是你把它反过来想，如果终点是确定的，那什么是最大的浪费？最大的浪费是在路上为难自己，为难别人，为难每一天。你今天跟同事吵了一架，因为他抢了你的功劳，你晚上睡不着，辗转反侧，血压升高，气了3天。但你想一想，30年后你躺在病床上，你会记得这件事吗？30年后你会因为今天没跟他吵赢而遗憾吗？不会的。30年后你回头看今天，你唯一会遗憾的是，我为什么要把今天这宝贵的一天浪费在这么小的一件事上？这就是都是黄泉预约客，何苦为难每一天的真正分量。你也可以做一个更小的实验，你今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回想一下今天让你最不爽的那件事儿，可能是地铁上有人挤了你一下，可能是孩子不写作业，可能是你想说的一句话被领导当众否决。然后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再过1周，我还会记得这件事儿吗？再过1年呢？再过10年呢？90%的事情连1周都活不过去。你今天为他流过的眼泪，生过的气，咬过的牙，7天后连影子都不会留下。可你今天就是为了这种东西，把自己最珍贵的一天搞得乌烟瘴气。这句话为什么有力量？因为他用死亡这把最锋利的刀，一刀切断了我们日常所有的小纠结、小焦虑、小执念。他把你从琐碎里拎出来，让你从黄泉那个终点回头看此刻，你会看到你今天所有的烦恼99%都不值得。斯多葛学派有一个词叫 memento mori， 意思是记住你会死。流传一种说法，罗马将军打了胜仗，凯旋游行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人站在他身后，不停地提醒他，你也会死，你也会死，你也会死。这个画面是不是史实有争议，但作为一个修心的方法，它的逻辑是清晰的。人在高光时刻最容易失控，最容易膨胀，最容易忘记自己是谁。死亡的提醒能让他回到地面。所以都是黄泉预约客，何苦为难每一天？这句话不是消极，这是最深的积极。它是让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站到终点回望，然后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。好，3句话讲完了。现在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一篇伪作能流传这么广？到这里你应该能明白了，因为它虽然是拼凑的，但它拼凑得恰到好处。它把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几个精神需求一次性打包给了你。第一，对权威的需求，所以要挂王阳明的名。第二，对解脱的需求，所以要讲放下执念。第三，对反讽的需求，所以要讽刺烧香求财的虚伪。第四，对终极意义的需求，所以要搬出黄泉预约客的生死观。这篇伪作其实是一个针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痛点的精准定制产品。它之所以传播这么广，不是因为它是王阳明写的，而是因为它击中了一个庞大人群的共同困境，一群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撕裂，在信仰和不信之间摇摆，在追求和放下之间内耗的人。所以伪作的流行本身就是一份社会心理调查报告。但是注意，我要说最后一层了，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层。一篇能击中你的伪作，并不能让你真正改变。你可能读完这段文字，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转发给3个朋友，给自己的微信签名换了一句，都是黄泉预约客。然后呢？然后第2天，你还是会为了同事那句话失眠，还是会为了1万块钱纠结半天，还是会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豪车的时候酸一下，还是会在烧香的时候心里默默跟菩萨谈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读过不等于知道，知道不等于做到，做到不等于成为。王阳明真正的心学讲的不是这些漂亮话。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，你如果真的知道一件事，你已经在做了。
你如果没在做，就证明你根本没真正知道。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，觉得都是黄泉预约课，何苦为难每一天，说得真好。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反应，那你根本没知道这句话，你只是听说了这句话。真正的知道是什么样子？真正的知道是，明天早上同事又说了一句让你不爽的话，你脑子里那个瞬间会冒出一个声音，我是黄泉预约课，不值得。然后你真的就放下了，不是强迫自己放下，不是用理性压制情绪，而是那句话已经长到你的骨头里，变成你条件反射的一部分。这才叫知行合一，这才是心学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一句话进到你身体里会经过4道关。第一道关叫看见，你眼睛扫过它，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一句话。第二道关叫认同，你点头，觉得说得对。第3道关叫记住，你能在饭桌上，在朋友圈把它复述一遍。第4道关才叫真的拥有，是这句话在你下次发火的那一刹那自动跳出来，按住了你的心跳。前3道关都不算数，只有第4道关过了，你才真正得到了它。而这个转变不是靠读一篇伪作能完成的，它需要你在接下来的生活里一次又一次的在具体的情境里去实践。每一次愤怒的时候想起它，每一次焦虑的时候想起它，每一次贪婪的时候想起它，100次、1000次之后，它才会真正变成你。这才是阳明心学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也是所有伪作最终会失败的地方。伪作可以给你情绪，但给不了你修行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你有没有在朋友圈见过这种挂名伪作？你当时信了吗？你现在回头看，你觉得那些击中过你的所谓名人名言，最后真的改变了你什么吗？还是说他们只是在你心里炸了一下烟花，然后你就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了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体会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